林晶晶出生在农村，因为家里资源有限，高中毕业她就出去打工了。林晶晶在妈妈的教导下，思想方面比别的女孩子保守一些。她在一家快递公司做文员，工资不高，但胜在工作轻松。一个月各种补助和全勤奖加起来有5000多块。她和他们部门主管是老乡，终于是林晶晶的部门主管，也是她的男朋友。终于比林晶晶大8岁，很早就出来工作了。丰富的社会经验让她学得处事圆滑，还极会看人脸色。女朋友也换了好几个，现在马上年近30了。在她想定下来的时候遇到了林晶晶，早就练就了火眼金睛的钟于，在第一次见到林晶晶时就知道这是自己想要的老婆类型女孩。这个时候的林晶晶刚出社会，还很单纯，很干净。钟于就是因为林晶晶还像一张白纸一样才喜欢她的。刚出社会的小姑娘哪里招架得住一个有恋爱经验男人的爱情攻势？很快林晶晶被钟于攻克了，陷入了甜蜜的爱河之中。钟于是奔着结婚去的，态度自然和以往不一样。钟于对林晶晶很好，林晶晶也觉得自己这是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人，两个人感情很好，相处得非常和谐。钟于总是会在第一时间知道林晶晶想要什么，很多林晶晶因为没生活经验忽略的小细节，钟于都会帮她做好。这样细心的男人实在是难得。两人相恋2年，从来没吵过架。钟于宠爱女朋友，在公司里都是出了名的。于是在钟于求婚时，林晶晶没有拒绝。两人趁着春节假期，双双约了父母出来见面商量婚事。林晶晶第一次见到钟于的父母，印象很好。未来婆婆满脸都是和善笑容，未来公公看起来性子有点内向，话不多，但是很有风度。钟于的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，这也是钟母的先天条件好。个子不高，身材匀称，脸型是娃娃脸和包子脸的中和，一双眼睛像有光一样，加上她衣服搭配得很好，虽然不是名牌，可看起来就是顺眼。钟于的父亲表上还是和他的年龄很符合的，50多岁的男人身上有种沉稳的气质，五官算不上英俊，但是也不丑，身材高大，即使现在50多岁了，除了背有点微驼之外，身子看起来还算得上挺拔。钟于的身材继承了父亲，五官有几分像母亲，长得比他父亲好看些。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，林晶晶的父母对钟于很满意。钟家在钟于20岁那年就给他在城里买了婚房了，这点林家最满意。女儿婚后不用住农村了，以后孩子出生上学也方便。再一个，钟于是独子，父母还年轻，这样林晶晶婚后有孩子了，也有人帮忙带。钟于工资挺高，钟父也还在上班赚钱，经济方面也会比较宽裕。唯一感觉不好的就是林母觉得钟母有点太活络了，没有50多岁人该有的稳重。不过有些人天生就是性子活泼，这才见一面她也不好说人家这样有什么不好。私底下她和丈夫说了一下，林父就开玩笑说，你是不是羡慕嫉妒未来亲家母看起来比你年轻呀？林母气得转过身不理丈夫了。钟于家世人口简单，但是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和谐。钟于是独生子，从小聪明伶俐，就是聪明没用在学习上，全用在怎么调皮捣蛋上了。学习成绩差，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，父亲见他年纪还小，不读书也不能出去工作，
就给他找了一家职业学校。2年后他成年了，还有半年才能毕业。结果他跑出去打工了，父母也拿他没办法。终于的父亲是一个小包工头，长期跟着工地走，没有固定的地方，有时候离家远了2、3个月不回家都是常事。孩子不听话，他也没时间管，家里的一切都是妻子在管，包括孩子的教育问题。他每个月都会按时给妻子寄一笔生活费。他知道妻子喜欢打麻将，也会因为打麻将忽略了儿子，可他舍不得责怪妻子，他不会甜言蜜语，只会把自己有的都给了妻子和孩子。钟瑜的母亲是个幸福的女人，在她当初嫁给钟父时，钟父因为做工程，在他们那里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有钱人了。钟瑜的母亲是一个小学民办老师，主要教美术和音乐，赚的不多，可工作清闲，时间多了就喜欢上了打麻将。不过他也知道要过日子，他不会赌很大，就是喜欢凑个热闹。因为长得漂亮，相亲时钟父对他是一见钟情。富有浪漫情怀的钟母有点看不上这个嘴笨、性情木讷寡言的男人，可钟父的现实条件却让他心动不已。最后在自己母亲给分析利弊之后，还是答应嫁给了钟父。婚后因为丈夫的宠爱和纵容，让她的日子几乎没什么改变，唯一的改变就是她用钱时可以比以前大方了，不像以前想买点喜欢的东西都要算来算去的，舍不得。人心没有知足的时候，生活顺心如意，就是丈夫时常不在家，一个人有些寂寞。最让她不满意的是，即使丈夫在家，那个嘴笨的也不会说点好听的话，说话一板一眼的，甚是无趣。丈夫理解不了她的浪漫情怀，却能带给她富足的生活，这让她时常感到很矛盾。直到有了儿子钟宇后，她的生活才慢慢的忙碌起来。可清闲惯了的钟母很不习惯这种忙碌，她没什么耐心带孩子，觉得孩子就是个麻烦。于是她以工作为借口，叫婆婆来家里帮忙带孩子。钟宇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奶奶带，妈妈就是负责给他买衣服、买吃的。钟宇4岁时，奶奶因身体原因不能再带他了，他只能跟着妈妈。在生活上一下子一落千丈，妈妈不善于煮饭，他吃的就没有以前奶奶在的时候好。妈妈还喜欢打麻将，有时候为了不耽误打麻将，妈妈就随便给他点钱，叫他自己去买东西吃。钟宇每天吃完饭就是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到处疯。上学了，成绩不好，妈妈也不怎么管他；见考得不好，妈妈也不说他，就更加的放飞自我了。等钟宇长大后，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时，已经晚了。他只能去外面找机会，也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。钟宇对父亲敬重有余，亲近不足；对母亲犹如母亲对他，放任、冷淡，亲近不起来。这样一来，他在家和父母一起时，还不如和女朋友林晶晶在一起舒服自在。钟父干了大半辈子工程，因为舍不得离妻子太远，加上他嘴笨不会说，工作发展受限，好几个老伙计都成大老板了，就他还是不温不火的，赚的不少也不多。在儿子20岁时，就全款给儿子把婚房买了，就在他们自己住的房子不远处。拿到房子后，他就盼着儿子早点结婚生子。房子里面的装修都是他亲自监工完成的。现在儿子终于要结婚了，他心里非常高兴，可他就是嘴笨，表达不出来。看着长大的儿子，还有那漂亮的未来儿媳妇，两人站一起十分般配。
他觉得自己辛苦一辈子都值了，他是真心为儿子高兴。终于父子俩都高兴，钟母神情却有点恹恹的，不大高兴。她觉得自己还年轻着呢，怎么就要做婆婆了？特别是在看到嫩的能掐出水的未来儿媳妇，她心里隐隐的有些嫉妒。在这个家里，一向都是以她为中心的，丈夫话不多，却对她百依百顺。儿子小时候虽然调皮不听话，可长大后懂事了，也很尊敬她。家里一切都是她说了算。可现在儿子要结婚了，以后家里会多一个女人，还是儿子喜欢的年轻漂亮的女人。那以后，他们父子两个还能像以前那样对她吗？会不会新媳妇进门了，丈夫和儿子就嫌弃她了？特别是想到儿子要是结婚了，1年半载后儿媳妇要生孩子，她就要做奶奶了。奶奶是老年人的代名词，她有些接受不了。她还想到儿子小时候让她头疼的各种调皮捣蛋，每次闯祸了，她都得跟在后面向人家赔礼道歉。她不喜欢孩子，还怕麻烦，孩子会打乱她现在悠闲的生活，而她还得帮忙带孙子，她想拒绝都找不到借口，而这一切她都逃不开。想到这些，她内心十分郁闷。